1999 3.7 时装的无名者，无名者的服饰设计很有意思，这种设计曾经备受争议。香奈儿花了20年时间跟迪奥做斗争，就为了让这种衣服从女人的衣橱里滚出去。那么无名者的设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，以及为什么今天的时尚界其实并不完全认可香奈儿的看法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蒙达里昂，今天我们聊点时尚史。要理解无名者的设计，我们需要先从无名者的前身，也就是淑女格蕾丝聊起。格蕾丝的造型融合了1940年代的高定礼服和古典欧洲元素，但剪裁更现代一点，更简洁，腰线更高。1940年代，时尚巨头克里斯汀·迪奥推出自己的第一个高定系列——新风貌系列。新风貌发布后引发了巨大争议，因为这个风格旨在尽可能的凸显女性的特征，纤细的腰身、突出的胸部曲线、圆润的窄肩或者露肩，如花苞一样展开的巨大裙摆。当时另一位时尚巨头可可香奈儿痛批迪奥，说他的设计是对女性的伤害。香奈儿直言，只有从未与女性亲密相处过的男人才能设计出如此令人不适的衣服，因为这套设计的目的就是将女性的身体塞进一个预设的沙漏模具里，变成花瓶和装饰品。新风貌的服饰穿起来并不舒服，通常会有束腰以及各种硬质内衬去支撑服饰的造型。这个伞裙不只是看起来大，很多新风貌的裙子都很厚重，部分款式甚至有10几斤，所以淑女走起路来很优雅。部分原因是因为穿着防重的裙子根本就走不快。再加上格蕾丝的这个帽子，这个属于非常早期的波奈特款式，应该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或者18世纪洛可可时代晚期的风格。早期的波奈特帽子会遮挡侧面的视野，这是传统观念上女性端庄内敛、非礼勿视的体现。现在的洛丽塔和一些哥特风格很喜欢用这种帽子，但都是改良款，帽檐比较短，不会严重遮挡视野。所以格蕾丝这一套服饰按照今天的说法好像性别刻板印象十足，不过这跟她在2.4第一次登场时的形象倒也契合，因为她当时是个反派，而魅惑是坏女人的武器。其实新风貌在今天的时尚界争议没有那么大，不过这个我们后面再聊，我们先来看看无名者的设计。3.7 时装的无名者，现在我们知道她是个间谍，她不是坏女人，所以无名者的设计相较格蕾丝做了一些改动，她摒弃或者中和了一部分坏女人的气质。服饰在原本的宝蓝色设计上加了白色点缀，袖口、手臂和帽檐加了白色荷叶边，白色荷叶边有纯洁的含义，中和了她的气质。这个白色荷叶边有点像飞蛾的翅膀，这是个小细节。动物的色彩则更加柔和，淡紫色带有一种暧昧和神秘的气质，腿上别着武器，这是间谍和特工的视觉符号。无名者的设计从格蕾丝演变而来，所以无名者的服饰也带有新风貌的设计特征，但不完全是。虽然同样是曲线美，但无名者的服饰轮廓更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。迪奥的曲线美更多依靠的是衣服的结构，用面料、内衬工艺和裙摆的视觉对比来营造女性曲线，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曲线美更多依靠的是紧身衣，束腰的范围会更大，同时装饰会更复杂，有更多的荷叶边、蕾丝边、花纹刺绣，衣服的层次感会更强。还有这把扇子，这把扇子也更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。我们对比格蕾丝的扇子，格蕾丝的这把折扇更偏18世纪洛可可时代的风格。欧洲早期的折扇很多都是从广州进口的，中国折扇的雕刻、漆艺和绘画艺术很受欧洲贵族和宫廷的喜爱。而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，欧洲自己的折扇行业走向成熟，并开始规模化，他们开始加入复杂的装饰、缎面、蕾丝边，把扇子做得更花俏一点，更契合维多利亚时代繁复的服饰风格。但你也不能说无名者这一套服饰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，因为裙摆的开叉比较高，维多利亚时代的开叉不可能这么高，洛可可时代就更不可能了，也不是新风貌的风格。迪奥的设计基本都是长裙，这么高的开叉可能要到70年代 disco 潮流才会有。所以无名者这整个设计可以说是非常杂糅的风格，但杂糅这个词或许倒也适合无名者，因为无名者的气质给我一种破碎感。格蕾丝的表情比较迷离和神秘，而无名者的表情则比较忧郁。根据设定，无名者会复写自己的记忆，他一直在扮演别人，大部分时候他没有自我。当他做回自己的时候，他其实处于一种在摸索什么叫自己的状态。格蕾丝只是他扮演过的其中一个人，他扮演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，这些不同的甚至差异巨大的人拼凑起来才是无名者。所以他如此杂糅的视觉风格，或许是为了体现这一点。不管是迪奥式的曲线美还是维多利亚式的曲线美，香奈儿都不喜欢。香奈儿在20年代革了紧身衣的命，带领女人穿上宽松自由的衣服，结果迪奥在40年代复兴了曲线美，这让香奈儿很不满。
新风貌在40年代席卷了整个市场，征服了消费者。因为当时二战刚结束，民众急需摆脱战争的心理阴影，他们需要活力，需要生命力，需要精致的事物，需要一种极其外显的美丽来激活自己。而香奈儿实用、简洁、自由的理念并不契合当时的需求，所以哪怕新风貌的衣服穿起来难受，但这本质上是战后民众对自己破碎心理的一种慰藉。但香奈儿的看法则是，束缚性的曲线美不是女性的自我表达，而是被迫的成为观赏品。迪奥和香奈儿的理念，你更支持谁的呢？我们来看历史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可可香奈儿本真在50年代以71岁高龄重出江湖，决定跟迪奥杠到底。但他的复出发布会堪称灾难，被整个法国时尚界冷落，被媒体不断的讽刺。然而这一场发布会上，香奈儿发布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香奈儿套装。虽然复出失利，但历史将证明香奈儿的眼光。到了60年代，将近20年之后，这场斗争迎来了转变。60年代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，迪奥的设计不适合职场，这时候香奈儿的设计和理念才干掉迪奥，成为了主流。所以这场斗争最终是香奈儿赢了吗？不，他们谁都没赢，赢的是时代。时代需要什么，谁就是赢家。香奈儿的理念超前于时代，他有更长远的眼光，但他忽视了时代当下的一些需求。我们很难脱离语境去定义一个设计是好是坏。今天的时尚界不会将新风貌直接定义为伤害女性，现在很多高定系列都会用新风貌的设计语言，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在今天也只是 Lolita 们的复古风尚。所以没有哪一种单独的风格或者视觉符号是永远的罪人，或者是永远的免死金牌，因为设计讲的是整体表达。当理念、个人需求和视觉表现达到统一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好的设计。